越南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国防部迅速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其核心成员由实战经验丰富的空军和海军飞行员以及后勤维护专家构成。该小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大方面：一是越南战场上飞机交战的实战问题；二是预测未来30年可能出现的空中威胁。经过深入研讨，他们得出结论：美军急需研制2种新型空对空导弹，以应对未来挑战。近距离格斗型导弹 M32和超视距型导弹 M120。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购买的 F-16战斗机上就配备了这种 M120导弹。M120被誉为先进中距空导弹。项目初期，中美曾计划合作研发，中距导弹由美国负责，近距离格斗导弹则由北约多国共同研制并相互采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合作计划未能成型，各国转而独立研发。关于 F-16战斗机为何常常将 M120导弹挂载在一段而非硬桥位置，军迷们众说纷纭。为此，我们特地询问了原厂沃马公司。据了解，在 F-16服役初期，由于 M120尚未服役，因此挂架主要挂载的是 Angel 导弹。直到1990年代 M120开始服役，挂架才有了新的选择。沃马公司解释称，这一挂载方式有助于减少机翼震动。一位从海军陆战队转战空军国民警卫队，驾驶过 F-18又飞 F-16的飞行员汤姆表示，尽管 M120导弹在数据上可能影响飞机近战缠斗时的性能，但 F-16的性能足够强大，这种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 F-16机群几乎全以对地攻击构型执行任务，但一端挂架仍挂载 M120导弹，主要是为了减少机翼震动。由于美国未批准部分国家购买 M120导弹，这些国家在空战中仍使用上一代 M7导弹。由于 M7弹体较大，无法单独挂载在一间挂架上，因此常见的挂载构型是以一间链球为中心，下方挂载7米长的导弹。对此，曾任 F-16教官的黄扬德表示， F-16在担负战斗空中巡逻任务时，通常挂载2长2短构型，即2枚 M120和2枚N95导弹。这种挂载方式对空战性能影响不大，且 F-16具有强大的不对称挂载能力，因此无论挂载何种导弹， F-16都有能力击落来袭敌机。此外，近期麻雀导弹在实战中暴露出无法超视距攻击、无法有效对抗高速目标等问题，这也加速了新型导弹的研发进程。事实上，大多数空中战斗目标都位于5到74公里的范围内，超出此范围的目标可由其他导弹或炮火处理。因此，先进中距空导弹的概念逐渐得到认可，并转化为具体的研发计划。在 M120导弹的研发过程中，美国军方设定了一系列高标准要求，以确保其战场上的卓越效能。首先，导弹需在各种天气和电子干扰环境下保持高精度打击能力，并具备较高的杀伤概率。其次，导弹设计需兼顾实用性和兼容性，能够适配不同型号的战斗机。第三，导弹需具备自主搜索目标的能力，无需长时间照射目标。第四，导弹的辅助系统应可靠且易于维护，即使在长期储存后也能保持良好状态，并能适应各种挂载环境。第五，导弹的体积和重量需严格控制，以提高战斗机的载弹量。第六，导弹需具备足够快的速度，以迅速命中目标。最后，成本控制亦不可忽视，需确保导弹的经济性。基于这些明确的目标，美国军方于1977年启动了先进中距导弹的招标工作。经过综合评估各竞标导弹的杀伤力、性能、火力、可靠性和维修性等方面，最终休斯公司和雷神公司凭借其卓越的设计和技术实力成功中标。这2家公司随后根据多军种联合作战的具体需求，进行了详尽的飞行测试和鉴定工作。M120导弹在设计上主要致力于改进和替代先前的 AM7麻雀导弹，并在多个关键性能参数上实现了显著超越。M120在外形和气动结构方面进行了大幅优化，全长65米，直径178毫米，翼展533毫米，重量157公斤。与 AM7麻雀导弹相比， M120的直径缩小了12%，翼展减少了47%，重量减轻了32%。这些设计改进使得 M120的空气阻力较麻雀导弹减少了约30%。在材料选择上，
M120采用钛合金前弹体和钢制后弹体的结构设计，能够有效应对高速飞行时的气动加热和大过载挑战。其小型化设计和轻质材料赋予了 M120更高的速度和更大的机动过载能力。在制导系统方面， M120配备了高性能的发射机、接收机、低剖面天线、4伏机构、惯性基准装置和电子组件。设计团队运用先进的微电子技术实现了系统的小型化，并进行了多项创新设计。这些设计不仅提高了导弹的最大发射距离和载机的解脱距离，还赋予了导弹多目标攻击和发射后不管的能力。M120的制导方式包括惯性与指令修正、加强主动雷达的组合，提供了4种不同的制导模式，使得导弹具备高目标分辨率和低空驾驶能力。此外，导弹还配备了自适应增益控制的自动驾驶仪和4个独立控制的电动舵机。在动力系统方面， M120采用了少烟双推力高总冲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使得其射程远超麻雀导弹，且尾烟减少，降低了敌方发现后采取规避动作的可能性。导弹的最高速度可达4马赫，约4900公里每小时，最大射程70公里，最小射程5公里。通过这一系列技术上的突破和优化， M120导弹不仅在性能上远超过了其前辈，还为美国军方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效和可靠的空中战斗武器，极大地提升了其空中作战能力和效率。在隐形系统的设计方面， M120导弹采用了先进的主动雷达近炸引信技术。这种引信凭借4根天线的优势，能在多种复杂环境下有效对付包括歼击机、轰炸机以及巡航导弹等多种目标。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确保了 M120在多样化战场环境中的高效作战能力。在战斗部方面， M120导弹采用了重达92.2公斤的高爆预制破片式战斗部。尽管相较于 AM7麻雀导弹， M120在尺寸和重量上都有所减少，但其杀伤力却更为强大，具有极高的杀伤概率。在终极空战中，迎头攻击往往是一种相对有利的战术，特别是当中距导弹速度较快时，这一优势更为明显。M120的作战策略是在80公里以上的距离发现目标，并在约50公里的距离转为自动跟踪。这样的操作能够确保中距导弹的最大有效发射距离得到充分利用。如果有空中预警机的协助， M120的作战效果将更加出色。因此，战斗机、中距导弹、空中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成为了现代中距空战的4大核心要素。这4者的协同作战能力直接决定了空战的胜利几率。M120空导弹共有 A、B、C、D 4种型号。M120H 先进中距空导弹的基本型于1976年开始研制，并在1991年和1993年分别在美国空军和海军服役。然而，早期的 M120H 存在一个局限性，即无法重新编程。武器操作软件的任何修改都必须返回制造厂才能实现。为了克服这一缺点， M120B 于1989年开始研制，并于1994年服役。它采用了可重新编程的信号处理器，赋予了导弹外场重新编程的能力。此外， M120B 还对制导舱中的6块电路板进行了重新设计，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部件和新的数字处理器，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M120C 是在 B 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型号，它缩减了翼展和舵展，便于飞机内挂，同时增强了抗电子干扰能力和战斗部的杀伤能力，并加强了发动机舱段，以增加射程。这使得 M120C 能够拦截巡航导弹等小型目标。在此阶段， M120C 形成了 C3、C4、C5、C6、C7共5个型号，其中 M120C3 是第一阶段的产品，采用了燃烧的战翼舵面和新型的巨导航技术，并配备了改进的自动驾驶仪。而 M120、C4、C5、C6则属于第2阶段的产品。C4 主要改进了性能更强的战斗部，其威力提高了10%。通过这些连续的升级和改进， M120系列导弹不仅在技术上日益成熟，而且在实战中展现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C5型号的主要改进在于发动机舱段的加长，这一改动增加了127毫米的长度，并增加了推进剂的中药量，使得总推力提升了10%，射程也因此增加了15%，达到了110公里以上。此外，
之前在 C4 型号战斗部方面发现的扩爆管问题，在 C5 型号中得到了有效的纠正，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软件优化。C6 型号则通过采用新型隐形系统，显著提高了导弹的杀伤力。而 C7 型号是 M120系列的第3阶段产品，对雷达导引头进行了全面的改进，包括导引头、天线、计数器、信号处理器以及软件算法等。这些改进使得导弹在任何恶劣的作战环境下都能够有效探测、截获和跟踪各种目标。在2003年的演示试验中， M120C7 导弹成功击落了2个受电子干扰保护的目标，充分证明了其卓越的抗干扰性能。C7 型号作为 F-22战斗机的主要武器之一，其卓越性能在空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 M120D 作为该系列的最新型号，于2015年开始部署到部队，进一步提升了整体性能。尽管其火箭系统与 M120C7 相同，但 M120D 在多个方面都有所提升，使其成为一款更为先进的空导弹。这款导弹首先装备到了美国海军的 FA-18大黄蜂战斗机上，随后也广泛装备了美国空军的 F-15、F-16、F-22猛禽以及 F-35战斗机。M120D 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这些战斗机的作战能力，使它们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占据优势。在 M120空导弹出现之前，超视距空战主要依赖半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这类导弹在发射后，载机必须保持对目标的持续跟踪和照射，直至导弹击中目标。这种作战方式极大地限制了载机的机动性，使其容易受到攻击。而 M120导弹的引入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作为首款具有发射后不管能力的导弹， M120能够在发射后独立追踪和攻击目标，从而开启了世界空战史上的新篇章。尽管 M120D 的战斗性能至今仍然属于世界顶尖水平，但据消息称， M120系列导弹将在2026年开始逐步退役，其接替者将是新型的 M260导弹。然而，关于 M120系列导弹的退役范围，目前上没有确切的消息。有观点认为，这一退役可能仅限于美军内部，而 M120系列导弹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作用。以美国的军火商业模式来看， M120系列导弹很可能会继续生产，供应给其他国家。感谢大家对 M120系列导弹的关注。如果大家对此有任何补充或讨论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以便及时了解更多关于武器鉴赏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